当宗馥莉被3个非婚生子女告上法庭，全网都等着看她的狼狈。殊不知，坐稳江山再清算，这位长公主有的是力气和手段。当父亲给两子起名纪昌、纪盛，明摆着想他们继承家业时，宗馥莉已决心掀翻牌桌。14岁随杜建英赴美留学，她隐忍不发。2004年归国进娃哈哈，直接绕开核心业务，砸钱建宏盛集团，专攻包装与原材料供应。当时无人在意，实则他早就盯上杜建英、荣泰系命门供应链。10年间，宏盛系吞下娃哈哈绝大部分订单，荣泰系10几家公司股份成为废纸，杜建英也被挤出了核心层。更狠的是，私生子敢碰哪条业务线，他就砍哪条。据传，去年长子曾露面某业务线股东大会，公主转头就把整条线砍掉，露头几秒，绝不容情。而这次信托风波更像是收网的信号，给非婚生子女的21亿信托，因为老爷子走得急，差3亿未到账，协议理论失效。于是，宗馥莉先以公司的名义释取110万美金，成功等于宣告企业资金非私人信托。紧接着甩出宗庆后遗嘱，用法律彻底锁死股权。不得不感叹，这就是大女主的谋略啊！那么这3个娃是怎么凭空冒出来的？宗馥莉在之前到底知道兄弟姐妹的存在吗？贯彻整个事件的杜建英又是什么来头？可以说，杜建英不仅是娃哈哈背后的财务操盘核心，更是宗庆后最信赖的红颜知己与事业伙伴，更是现在宗馥莉最大的商业敌人。1991年，杜建英加入娃哈哈集团，历任党委书记、进出口业务负责人等职。1996年，14岁的宗馥莉被送往美国读书，当时的监护人就是杜建英。同年，杜建英便在美国生下了私生子宗纪昌。别的小孩14岁时还处在叛逆期，可以每天无忧无虑享受着父母的爱，而宗馥莉却要忍辱负重，甚至还要被迫学习处理人情世故，以为父亲是爱自己的，结果身边全被谎言包围着。1998年，杜建英又生下了第2个孩子宗杰利，而又在2001年，他又被任命为娃哈哈美国集团副总裁，负责国际市场的拓展。2003年，宗庆后让下属团队在香港汇丰银行为他的私生子女们设立了家族离岸信托。同年，宗馥莉与母亲施幼珍参与设立了宏盛饮料集团，主要负责娃哈哈的代工业务。2004年，宗馥莉终于学成归来，转头就进入娃哈哈萧山2号基地，从底层开始历练。可以说，宗馥莉从知道父亲私生子的存在到毕业回国，整整忍了8年。这8年，我不敢想象宗馥莉的压力有多大。1年后，他才升任公司的总经理。2010年，杜建英又创建了3杰投资集团，这家公司股东有2人，分别是杜建英和宗蕊。宗蕊是宗庆后的亲妹妹，也是宗馥莉的亲姑姑。显然，杜建英就是在步步拉拢人心。2017年，第3名私生子宗纪盛出生，而直到2021年，宗馥莉才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正式宣布走向接班的舞台，而他的复仇大战也就此拉开了帷幕。2024年2月25日，娃哈哈官方对外发布讣告，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宗庆后因肺癌医治无效，于当日离世，享年79岁。讣告一出，商界震动，一时宗庆后白手起家，创造出商业帝国的奇迹人生，身价1000亿，生活却极为简朴的高尚品格，以及奋斗一生只有1个女儿的慈父形象，使得各大网站媒体对宗庆后生平事迹争相报道，一些标题甚至开始神魔化。一妻一女一步鞋，成为了宗庆后专一、爱女、朴素低调、专注执着的人生写照，彼时打动了无数网友的心。按照影视剧的发展逻辑一般商业大佬去世，后面就即将上演子女为了争夺家产而硝烟四起的剧情。但宗庆后猝然离世所丢下的1000亿家产却没有引发过度的关注，因为早在2021年，宗馥莉便已接过父亲手上的大旗。如今父亲过世，所有的家产、商业顺理成章的将由独女宗馥莉进行继承。但就在宗庆后去世1年多后，竟然突然冒出了3位隐藏款子女宗纪昌、宗杰利、宗纪盛，直接上演现实版的继承之战。随后，他们空降香港法院，逼宫长姐宗馥莉，要求分宗老留下的几百亿资产。他们说，宗庆后2003年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了3支独立信托，每一支7亿美元，受益人就是他们3个。创立之初呢，宗庆后打了一笔资金进去，后面再通过分红慢慢的补齐这21亿美元。但是在宗庆后去世之后，他们发现这笔信托的钱不仅没多，反而少了。截止到今年5月，账上只有18亿，不够分的。而且账户现在在宗馥莉的名下，而宗馥莉又转走了其中的110万美金，用于开拓东南亚市场。所以这3个私生子就跳了出来，要求冻结账户，并且状告宗馥莉擅自转移信托资产。
更狠的是他们还申请调取宗庆后生前的血液样本进行 DNA 鉴定，因为一旦血缘关系确认，根据民法典，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继承权，他们便可继承宗庆后持有的娃哈哈集团29.4%的股权，这价值超过了人民币200亿。加上其他的境外资产，总金额大约340亿。虽然宗老生前遗嘱都已经写明了境外资产均由宗馥莉一人继承，但3个私生子不认，说遗嘱见证人都是娃哈哈的高管，没有家族成员签字，程序有问题。所以这场遗产争夺战正式爆发。那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事情还要退回到1991年。当时25岁的杜建英做了一个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他辞掉了杭州医用光学仪器厂的铁饭碗，居然转投了民营企业娃哈哈。等待了1周，面试都没有什么结果。就在他觉得心灰意冷要放弃时，居然接到了宗庆后亲自打来的电话，通知他10天内到总部报到。就是这个电话把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写。杜建英一进去就展现了惊人的业务能力，英语好到能直接对接国际业务，脑子活到能搞定复杂的股权架构。小鱼吃大鱼，兼并杭州罐头厂他在，引进外资合作他在，全国建厂大扩张他也在。1991到2008年，娃哈哈在海外搞的几十家离岸公司，全是他一手操盘。很快他就成了宗庆后身边最信任的人，职务是党委书记兼总经办主任。员工们都知道找不到宗总就去找杜书记，但谁也没想到这个能力超群的女强人暗地里还有另一重身份。1996年，14岁的宗馥莉要去美国读书，需要一个监护人，宗庆后就选了杜建英。表面上她是陪小公主留学的保姆，实际上就在同一年，她在洛杉矶生下了一个男孩宗继昌。你品品这个名字，继昌，继承昌盛。想象一下14岁宗馥莉的心情，她的监护人竟然是父亲的情人，她还要和这个女人以及刚出生的弟弟住在同一屋檐下。从那时起，宗馥莉就知道了这个秘密，这种煎熬一忍就是几10年。更魔幻的是，这只是开始。1998年，第2个孩子宗解利出生。一位娃哈哈老员工透露，在娃哈哈内部流传的情况是，杜建英在2005年就和宗庆后在美国领了结婚证，但在公司里，他依然继续扮演着高管的角色。2008年，他主动离职。2010年，他创办了3节投资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搞的是风生水起自此，杜建英完成了从职场精英到隐形女主人的身份蜕变。但是杜建英知道自己不是正宫，所以早就为宗老100年之后的事情留好了退路。据传，杜建英早就把宗庆后的血液存在浙医医院，以便日后孩子们可以搞现代版的滴血认亲。就凭这一点就知道他不简单，并且杜建英通过离岸架构持有60家娃哈哈关联企业股份，长子宗继昌与女儿宗解利也早进入了企业担当董事。当外界赞叹宗庆后独女接班时，这个影子家族已在娃哈哈体系内扎根30年。杜建英耗费30年精心布局，利用陪读转换身份，并同步推进事业与家族的扩张，通过子女美国国籍和生物证据预留法律后手，并设计让婚生女掌权，非婚子女持离岸资产的权利与财富分立完美的传承方案。另外，表面上杜建英退出了娃哈哈，实际上通过复杂的股权安排控制着18家工厂的股份。他的孩子们也悄悄地进入了娃哈哈各地的子公司，南京、沈阳、北京、天津等，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而此时的长公主宗馥莉也在养精蓄锐，蓄势待发。从2004到2021年间，逐步地完成了她的早期积累和集团领导力渗透的过程。这是宗馥莉的职业积累初期，是一个从基层历练到核心决策层的渐进的过程。这一阶段其实对宗馥莉来说特别的关键，未来江山能否坐稳，靠的就是前期自己的资源积累。到后面你就会看到，2004年，宗馥莉从美国佩伯代因大学国际商务专业毕业回国，以接班人的身份进入娃哈哈，从萧山2号基地的生产管理岗位起步，担任管委会主任助理。2005年升任副主任，同时监管娃哈哈童装与日化公司，开始逐步的接触多元化的业务管理。这一时期，他积累了生产链的实操经验，为后续战略布局奠定了基础。之后的2007年到2018年，就是宗馥莉开始独立练兵，完成产业链构建的阶段。2007年，宗馥莉正式执掌宏盛饮料集团，这是娃哈哈的代工企业之一。宗馥莉将其从单一的代工厂发展为覆盖食源配料、装备制造、
印刷包装、物流仓储的全产业链企业。到2015年的时候，宏盛的营收突破了100亿元，连他老爹宗庆后都说利润比娃哈哈都高。2018年，宗馥莉升任集团的品牌公关部部长后，开始主导品牌革新，联合 B 站启用王一博等流量明星代言，推动 AD 钙奶等经典产品的怀旧营销，重塑品牌形象。终于在2021年的时候，宗馥莉出任集团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全面的接管日常运营。此时的他已经拥有了17年的业务积淀，从生产供应链到品牌创新的全链条经验，这标志着接班准备工作基本完成。2024年2月25日，宗庆后的去世，平衡被瞬间打破。宗馥莉刚接班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搞改革，娃哈哈陆续关停18家分厂。巧了，这些工厂的背后都有杜建英的影子。2024年6月到7月间，多家拥有杜建英及其子女董事角色的子公司发生了法人和董事长的变更，法人变更为宗馥莉或其心腹祝立丹。随后，宗馥莉又关闭了18条生产线，这些产线及工厂的停产，很大程度上涉及了杜建英及其家族成员持股或任职的公司。他的一系列操作导致各方势力瞬间炸锅。先是有匿名的内部人士指控宗馥莉通过其个人控股的宏盛集团转移娃哈哈订单及资产，涉嫌掏空国有资产。杭州市国资委迅速介入调查，引发了市场的震荡。至于这个内部人士是谁，大家都不知道，但一定是非常核心的人员想在背后使绊子。紧接着就是员工与渠道的动荡，部分工厂员工因为薪资改革问题发起了罢工，同时12个省的经销商集体倒戈，华北市场份额一度跌破了5%。更严峻的是，宗馥莉的叔叔宗泽厚另立门户，推出了宗师傅山寨产品争夺市场。面对公司的变局，宗馥莉来了一招釜底抽薪。7月5号，宗馥莉发布了致全体员工函，宣布辞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理由是股东及地方政府对其管理能力提出了质疑，导致运营受阻。结果公司的股价瞬间波动，这现象足以说明宗馥莉过去积累的口碑充分地得到了外界的认可。2024年7月，杜建英建议引进外部职业经理人，不过他的计划未能推行。接着，戏剧性的转折随之而来。在舆论压力和股东协商之后，同年娃哈哈董事会正式通过决议，未批准宗馥莉辞职，邀请他继续担任总经理。宗馥莉于7月22日撤回辞职，并重新掌握管理权。这一系列的动作清晰地表明，他不仅不惧怕冲突，更敢于直面冲突，并且赢得了这场博弈。整个事件的核心逻辑在于，在各方试图否定他时，他以退为进；当局面陷入僵局时，又不得不请他主持大局。其根本原因在于宗馥莉的不可替代性。作为名正言顺的接班人，他掌握着与娃哈哈深度绑定的宏盛公司，他的离开就意味着巨大的运营风险。对于追求税收与就业稳定的大股东而言，维持现状无疑是更务实的选择。重掌大权的宗馥莉回宫后就开始清君侧，大刀阔斧地进行战略调整和巩固权力。时间从2024年9月到今年的5月份，宗馥莉的核心动作就是围绕着组织重构和资源整合展开。首先就是管理层的宏盛化，宗馥莉启动深度的人事调整，逐步地将娃哈哈集团的人力资源、财务、供应链等13个核心部门的关键岗位替换为其个人的实控企业。宏盛饮料的骨干成员伴随着此轮的调整，董事会的元老吴建林、潘家杰等4人以及3名监事悉数离场，由叶雅琼、洪婵婵等年轻高管接任，完成了管理层的权力大洗牌。这也印证了前面所说的，宗馥莉在宏盛期间积累的嫡系部队，成为其掌控集团的关键力量。接下来呢，就是重头戏了。宗馥莉开始推行聚焦核心、提升效率的产能策略，果断关闭了23家低效工厂。官方对外的解释是优化产销布局，增强市场的响应能力。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被关停的工厂均为非宏盛系的关联企业，其中多家公司比如南京、天津、沈阳、大理双城、娃哈哈饮料食品公司等，恰恰是由宗庆后的非婚生子女宗继昌、宗杰利所管理的。宗馥莉这一步做的实在是高明，既符合了战略聚焦的逻辑，也隐含了权力格局的清理。通过分布关停的策略，避免一次性的冲击，展现了其政治智慧。那么你觉得这个过程会顺利吗？其中必然会伴随着激烈的博弈，但从结果来看，最终的主力都被宗馥莉给按住了。直至2024年底，娃哈哈工会向宗馥莉转让了2家公司的股份，使其个人持股升至100%。2025年5月28日，他正式接任娃哈哈浙江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完成对父亲名下所有核心企业的法律接管。
不仅如此，他还在业绩层面改革显著。2024年营收达到了728亿元，同比激增200亿元，追平2013年的历史峰值。2025年 Q1 的营收突破了700亿，同比增长36.7%。亮眼的业绩有力地支撑了其在内部的权威。这个阶段，宗馥莉用铁腕整合资源加情怀营销，实现业绩逆转与权力集中。但治理的隐患，比如家族的矛盾与深层利益的冲突，远远没有平息。于是，最后一步，宗馥莉的绝地反击战来了。这场法律攻防战堪称是教科书的级别，且看他如何见招拆招，应对家族纠纷。面对家族内部的法律官司和外界的质疑，宗馥莉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第一，讲法律，我有证据，你呢？对方指控他挪用信托的钱，宗馥莉直接拿出购买越南工厂设备的合同跟付款单。对方声称宗继昌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宗馥莉直击要害，要求法院去查证对方提供的出生证明、银行流水，这关键证据是否真实完整。先证明这人真是我爸的儿子再说吧。第二，遗嘱争议，我还有老文件。虽然2020年那份遗嘱只有公司高管在场签字，但宗馥莉又拿出了一份2003年的老文件《海外资产备忘录》，里面清楚地写明了财产怎么分，同时强调法律规定成立信托需要我老爸亲笔签字的文件，你们拿不出来就是空口无凭，哪有什么争议账户，那是公司业务储备金。宗馥莉甩出了公司2023年东南亚发展的预算报告，那笔有争议的钱就是留着干这个的，根本不存在挪用。第三，商业，稳公司保家底，公是公，私是私。宗馥莉通过娃哈哈声明，家族纠纷是私事，公司照常运转，划清界限，快速出手，把娃哈哈这个最值钱的商标从集团公司转到他自己完全控制的公司名下，相当于提前把金库保护了起来，防止官司波及，给经销商吃个定心丸。宗馥莉亲自保证，不裁人，不降工资，分红照发。不仅如此，还放出风声说要推出新产品，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业务上来。第四，法院流程，抱住对手。两边法院一起打配合，一边在香港法院申请冻结对方可能想动的资产，另一边在杭州法院打官司，确认股权到底是谁的。香港案子要求半年内搞定，但是杭州那边光交换证据可能就要耗上半年。这一快一慢，让对方在时间和钱上都压力山大。那争取出来的时间就可以继续查证关键证据的真伪，要求法院对宗庆后签名的关键邮件笔迹鉴定。如果鉴定出来签名造假，那对方可能就摊上大麻烦了。最后，舆论人心，这招是更绝，打出感情牌，分化对手。宗馥莉怀念老父亲，绑定民族品牌，高调晒出宗老生前视察工厂的照片，并大肆宣传父亲说要把工厂开到全世界。这样的话，家族夺产，守护民族品牌，就会引发共鸣和支持。最后，拉拢大股东，私下跟有国企背景的大股东谈，如果官司赢了，会出钱买回更多的股份，增持到40%以上，成为大股东，力求稳住重要盟友，让对方更加难以联合搞事。所以这样一来，集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在自己的手里了，实现了从管理权到所有权加控制权的全面掌握。你看，经过这么多年，历经了股权整合、平息内斗、战略聚焦、清洗元老、品牌重组，宗馥莉最终完成了对父亲江山的彻底掌控与重构，是不是有点卧薪尝胆的意思呢？回看这段经历才明白，宗馥莉当初为何要在采访时说上这段话。一旦跟你爸冲突了，你就是妥协是吧？先妥协吧，因为我也需要生存下去。你打算什么时候不妥协了？等我更加有实力一些。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都是宗馥莉一步一步踏出来的。我们看到的是爽文，只有他自己知道忍辱负重了有多久。后面他的接班之路仍然并非坦途，而是充满了权力和博弈、战略抉择与家族冲突的漫长征程中，每一步动作皆非偶然，而是环环相扣的精心布局。这场围绕21亿信托的诉讼，既是过往矛盾的总爆发，也将决定其最终能成为娃哈哈毫无争议、权力空前集中的新一代掌门人。从基层卧薪尝胆到官场清洗旧部，再到如今正面硬刚的信托，宗大小姐的每一步都在告诉世人，江山从来不是继承来的，而是打下来的。那么对于这笔100亿资产的继承战，究竟后续会如何呢？请记得点个订阅吧，下期的分解更劲爆，拜拜。